张老师，对不起。周主任，有您的这句话足够了，我也可以撤销起诉了。当医生不容易吧？尤其是您想做个好医生。确实不容易，但本来就不应该容易。我们每天面对的是病人的生死，本来就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您呢？您最近怎么样？前不久刚刚办理了退休手续。这当了一辈子的老师，突然闲下来，还真有点不习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在医院的那段日子。每当想到像杜岩这样的孩子，迟迟等不到供体，就特别的心疼。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等我过身以后，把器官、遗体联合捐赠出去。与其烧掉变成一把灰埋进土里，那还不如多为别人做点什么。这样的话，我也可以继续当老师，大体老师。感谢您，向老师。这1年来，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我感觉，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顺其自然。喂，今天夜色很美啊，你看到了吗？是。但城市里光污染还是有点严重。我记得在贵州的时候，晚上一抬头就能看到星星。那，你找个时间故地重游呢？我们可以一起带着森林，那里青山绿水，空气清新。夏天去的话，还有好多萤火虫，他一定会很喜欢。好呀。你那天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有分量啊，这点是我没想到的。你一向温和持重，锋芒毕露的时候很少见啊。院长见笑，那天有点激动，就说了一些心里话。这都正常，我也非常能理解。今天我请你来呢，是有一件事情跟你先通通气。医院打算正式任命你为心内科主任。谢谢院领导们的信任。那盛主任，他还原地不动，继续努力。至于中心主任，院里决定暂且搁置，进一步考察。小峰啊，你发言说不想盲目的追求绩效，而忽视了病人，这点非常好。以病人为中心这一点上，我们俩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分歧。但既然这个执行的帽子摘掉了，以后的工作还是要以科室的发展为中心。无论是一个科室还是一家医院，既要扛起社会责任，也要把经济效益稳住，才能更好的服务病人。尤其现在，你心内科的业绩必须再上一层楼。
明白。陈院长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一是要问你下个月的排班表出来没有，想跟你约飞刀的时间；二呢是跟我说了好几次，想让你去带新人。主任，青海那边，我每次去都有点高反。刚开始是这样的，去几次习惯了。王医生，有事吗？我有一个申请。转岗？对，我想转去重症科。为什么？其实我想了挺久了，我一直对重症 ICU 很感兴趣，也是我下一个阶段的工作规划。我刚才跟小林说呢，说新外科的建设得要你们2员大将。你这样走了，那小林这么多病人的术后监护该怎么办？你们1+1是大于2的，你能不能顾及一下大局啊？ GICU 的体系完善和所有手术医生的配合都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汪旭主任下个月就回来了，而且小杜他们都能上手了，还有2个进修医生，GICU 的人手是够的，我保证做好交接工作。小林，这事你知道吗？方医生，那我就说实话吧。你到重症室，你觉得你能做出现在这么好的成绩吗？如果没有像林毅这样子优秀的主刀在前面冲锋陷阵，那术后监护的意义怎么体现出来？这事我不同意。盛主任，你先去忙吧，我们还有事呢。他为什么要走？他想去 ICU 很久了。你的病人交给他，我是放心的，我不会让他走的。你们虽然分手了，但是在事业上，他还是应该好好的配合你啊。小然，什么时候决定的？想挺久了。认识季主任之后，这个想法就更清晰了。和我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我想也没关系。你刚也听见了，这是我的职业规划。但你一开始不就是因为喜欢在 GICU 所以才来的东尼吗？我现在依然喜欢 GICU 的模式啊，只是我觉得我需要更大的挑战。盛主任不同意，你打算怎么办？1次不同意就说2次，2次不同意就说3次，实在不行就辞职呗。你不能辞职，没必要。我也不想闹得难看，但是你也看见了，他不同意我转岗，根本就是为了你，为了让我给你兜底。林主任，你是手术天才，但我也想成为专业的方医生，不是谁的谁。手术天才，傻瓜难保的。
重症科的医生天然自主性很强，一个人就是一支部队。那是我想走的。你真去了重症监护室，就不在这上班了。林主任，你是手术天才，但我也想成为专业的方医生，不是谁的谁。周主任，这件事情确实有点难办。我明白，所以才想来问一问有没有其他方式实现变动，比如说重症科发起人才借调之类的。主要涉及到科室间的调整，如果盛主任不同意的话，我们人事科不方便直接干涉他，不然不是激化科室间的矛盾吗？还是建议友好协商解决。以上就是昨日的病人信息。散会前，我想和大家说件事情。之前方医生向我提交了转岗重症监护室的申请，我批准了。所以下周一开始呢，方医生就要到重症科去报到了。在转岗前呢，还有2个月的过渡期，我希望相关的同事能协助好方医生做好交接工作。在这里，我们预祝方医生在新的工作岗位一切顺利。谢谢盛主任。方老师，方老师，怎么了？你真的要走吗？对啊，你应该不意外啊。但我就舍不得。我们还在同一个医院，还是会见到的。方老师，我之前觉得你温柔又有能力，现在才发现你还这么酷。这就哭了，你也可以。我努力。方老师，之前你转岗的事儿，盛主任是不是不同意啊？对啊，他一直不同意。那你知道他现在为什么又同意了吗？你知道？我知道，我们俩都听到了。是林主任，他为了你转岗的事儿跟盛主任争了好半天，说要是盛主任不同意的话，林主任他也不干了。我正式申请，想转岗去重症监护室。你想干什么？重症监护室的季主任那边很缺人，本来是想着让方医生去的，那您不让他去，他就联系我了，然后问我能不能去，我就说我能去。你是为方小然来的吧？你们不是没有关系了吗？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只是普通的同事，也是东丽大家庭的一员。你好好说话。我觉得主任您上次拒绝他的理由说的挺过分的。方医生是一名优秀的医生，他在 GICU 里做的都很专业，
好医生就应该有自己的追求。现在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理想，我希望您可以成全他。如果您不同意的话，你也可以成全我。行，我知道了。但是你确定林主任想让方老师知道这些吗？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可以单身，但我磕的 CP 他必须结婚。一会儿吃什么？我都行啊，看你。那就外卖吧，我来点。行。你怎么现在吃水果？马上就要吃饭了。供果也得吃啊。谁啊？清明节实在找不到人吃饭，只能找你了。怎么了？你不欢迎我？还是你家里藏着谁？我跟你们吃饭，那我就一个人吃吧。一起吃吧。我今天去扫墓，带了青团。你们今天也去看小瑞了？我当时还纳闷呢，想那2束花是谁送的。我来点外卖吧。行。我先换个鞋。那个，这青团还挺好吃的。我们买的是同一家店啊。对啊，还是那家。但今年包装变了，口味没变。给。我一天都没喝水。你坐呀。啊。他也没跟我说你们要去扫墓，不然直接约了就一起去了。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听说你也要转去重症科啊？有过这个想法，想挑战一下自己。你去能做什么？我查一下，心外科的手术医生去重症科能干什么？当 AI 吗？AI 挺好用的，但是得仔细甄别。对呀，它还有很多的不完善嘛。
但给他点时间，慢慢更新，他总是能进步的。你们俩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那个，假期快乐。最近太忙了，还没来得及正式的恭喜我哥升职，前途无量，大展宏图。居安思危。这个任命说明院方还是很认同你上次的发言的。不见得。给一个萝卜配2个大棒，游戏规则根本没有变。什么意思啊？王院长说了，升职之后，还是要高举绩效的大旗，甚至要举得比之前更高。那另外一个大棒呢？你上次报的那个课题啊，我其实不是特别的反对，但是我只是听说怎么跟卖安培的女销售有什么瓜葛，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课题当初是蒋薇蒋教授帮忙牵线的，欧阳经理是他的学生，在做销售之前，他也是一个临床医生。这个课题跟他的销售身份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任何利益瓜葛。我当然是相信你的，但是你要知道，事实是一回事，舆论又是一回事。之前网上的一些话题，现在还有人讨论。我和欧阳经理之间是光明磊落的，经得起上级调查。我说的更直白一些吧，医院呢，打算把你作为重点对象培养，你将来的发展路径已经规划好了。你何必因为儿女情长，毁了自己的前程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嘛，只要你们2个人在业务上没有往来，至于怎么相处，那是你自己的事情。王院长还能这么提要求，管得这么具体？你怎么一点不惊讶？你也知道他俩的情况。他也知道啊。我就告诉你们俩，那欧阳现在知道了吗？还没跟他说。王院长让我把他给换了，那换了之后他能去哪儿呢？麦恩培那样的公司，好的片区都被那些成熟的老销售给瓜分了。那要不就算了，起码他也不会丢工作。再说了，好马不吃嗟来之食啊，是不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俩之间是时候该有个结果了。王院长这么说呀？你那边呢？公司有给你压力吗？我这边，他们管的不会那么宽的。说的也是，你呢，主任刚转正，什么事情都要多注意一点。不过你放心啊，你好好做你的主任。我现在可是销冠了，我们老板不忍心放弃我这个销冠的。
我不是要跟你说这个。他们现在担心的无非就是一个新内科主任跟麦样培的销售经理有说不清的勾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科主任我不当不就好了？不当了？你疯了？我是认真的。我把行政职务退掉，没有器械耗材相关的先次权，这总能摘得清了吧？我不做科主任还是可以做医生啊，看看门诊，做做手术，把精力都放在临床一线，还有我们心肌病课题上，这不挺好的吗？为什么？你还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记得，你跟我提分手的地方。是你跟我。我。没关系，不重要。上学那会儿，我很封闭，很纠结，直到遇见你，我才开始慢慢打开自己。你一直都在我身边，陪着我，支持我，鼓励我，包容我。你是我那20年以来遇到最炙热的光。现在虽然10几年过去了，你一点都没变，对我来说，你还是那么耀眼。唯一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我不想再失去你。我不是冲动，我认真问过自己，如果必须要做取舍，你才是我想牢牢抓住的。欧阳，这是我的真心话。你愿意和我一起大冒险吗？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很大的决定，你不用现在回答我，你慢慢考虑。我愿意。大冒险。大冒险。怎么了？不是青海之行怎么样？每次去都是下了飞机就上台，下了台又上飞机，什么都没玩着。今天手术什么时候？下午就来，不过咱得先去8床看看那病人。
为什么？您忘了，关兄之前您特意嘱咐我，从青海回来第一时间去看他。八床是2尖瓣脱垂？不是，主动脉夹层。 7床是2尖瓣脱垂，7床是大小手术。我记得最近有个2尖瓣脱垂的病人啊。2尖瓣脱垂那个小陈儿，早就出院了。主任，您是不是有点高反了呀？ 未来你们会在医院里遇到无数的病人，他们看起来就像是跟你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我希望你们可以记住他们每一个人，记住他们的名字、长相和笑容。主任，我没事。 我没有尽到一个医生该尽的责任。原来这条路走到现在，我早已经忘了自己为何出发。但好在，我还记得，这一路而来，伴随着我的一张张面孔，那些病人，我的病人。青海那边的专家站，我能不能不去了？ 不去了，是不是高反闹的？太累了？不是，是我自己不想去了。行吧，那我跟青海的陈院长说说，先停一停，休息一段时间。还有辉阳，我也希望您可以找人代替我。我想把所有的飞刀都停了。当然，已经接手的我会做完。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之前我认为，开刀就是救人，救一个就赚一个，越多越好。但我错了，医生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和器官，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段时间，我到处跑，四处飞，但每次都是匆匆上台，匆匆下台。看起来救了很多人。 但我并没有真正关注他们，连他们的出院签名都不是我。我不认识我的病人，我不喜欢这种感觉。那你想怎么办？我希望今后把所有的精力都还是放在本院，认真对待我的每一个病人，给他们开刀。 陪他们康复，送他们出院。病人愿意把命交给我，我不想辜负这份信任。做一个单纯的手术机器。所以你觉得是我把你变成了开刀机器？您对我很好，从您来之后，一直都很照顾我。不是您，也不是飞刀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问题，让你失望了。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会尽力提高科室的学科地位，增加话语权，是真的。我以为我们是同路人，
我来自一个有心肌病遗传基因的家庭，看不到那么远。我只想做好一个普通的医生。这个要记得很详细。哎，方医生，正等着你呢。季主任呀，去上海培训2天，他嘱咐我一定要照顾好你。我是重症科的护士长，他们都叫我莫姐。莫姐好。来，大家都过来一下。哎，我来带你们介绍认识一下。这位呢是方小然，方医生，今天就正式转岗到我们重症 ICU 了。未来我们就是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了。未来请大家多多指教。欢迎方医生。欢迎方医生。谢谢大家。恢复得很好，一切正常。谢谢周主任。你下次复查如果不好挂号，直接来找我。啊，好的好的。哎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哇！哇！嗨！孩子都挺好的。都挺好的，真的是托了周主任的福。是不是啊？之前呀，何姐姐就老说他们娘俩的命是您跟方教授你们娘俩救的，多好的缘分哈！是，都是应该的。哦，这是红霞啊，是老穆家的亲戚，然后她跟她老公也在东江打工，然后也经常到我们患有之家帮忙。你好。你好。几个月了？啊，5个多月了。现在已经稳定了，我这也没啥反应，能吃能睡的，到底还是年轻。哦，对了，周主任，我们周末患有之家有个活动啊，你看要是有空的话，过来一起参加呀。这周末可能不行啊，还得开会。哦，好。哦，主要是大家都特别惦记你。有机会一定去。好。给你一个，这是个灯泡，你看，去吧，去玩吧。哎，慢点儿，阿姨肚子里有小宝宝，要保护阿姨啊。没事儿，不用干活，我们来就行了。没关系，就这点活啊，累不着我。我来帮你了，你休息一下吧，没事。红霞阿姨，地上有水，你别滑倒了。好。因为我刚拖完的地，怎么会有水？哎，不对，过水了！哎，别，我打架！哎，不行，打120。没事，你不要慌，来，慢点。哎，别着急，你这有运气超生了。你不能紧张啊！没事，放心。胎膜早破，宫口已经开1指了，有规律宫缩，要赶紧送医院。哎，潘主任啊，30岁初产妇，胎儿25周，规律宫缩，宫口已经开了3指。先送产房，产安班开通了绿色通道，新生儿科和血库都已经通知到了。好。学妹跟我说了，红霞家的孩子是不是不太好啊？出生快2周，动脉导管还是开放着，而且还很粗。看来这个孩子没有学妹家儿子那么幸运。动脉导管是主动脉跟肺动脉之间的一根血管，孩子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这根血管是开放着的。足月的孩子出生之后2周内，这根血管一般会自行闭合。但是部分早产儿的情况是，这根血管闭合的时间会延长，甚至有可能无法自行闭合。你们家孩子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不闭合会咋样呢？一直不闭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坏死性小肠炎，肾功能改变，甚至可能出现颅内出血。我们跟心内科的会诊建议啊，暂且用药物保守治疗，希望孩子的动脉导管的直径呢会变细或者闭合。有些孩子在用药治疗之后，预后还是很不错的，先观察2周看看。喂，喂，主任，您现在有空吗？刚下台，怎么？我这里有个肺动脉高压的病人，情况比较特殊，1.5公分的室缺双向分流，病人有明确的手术意愿。您方便过来看一下吗？现在，在2号诊室。行，我现在过来。你问问林主任，让他有空一起过来。多少次抉择，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当初的执着，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我回来看看世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你在哪儿，我就知道，风雨只是经过。栀子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一生双手缝合在破碎的心河。那数过的伤口，触摸过的黑暗，还是我们哭过，其实就要微笑着。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你光划破黑夜，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最怕的不是路太远，是忘了为何活。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用全力去拼搏，才听懂那脉搏，还是我们颠簸，其实命运都开阔。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也不染尘垢。世界再多路口，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新的故事要说。